小暖。虽然我们刚刚聊得很愉快哈，但是上了职训台，我的喉咙就不是我的，我的舌头也不是我的哈，对，为民喉舌，对，大家已经说好了哈，就为民喉舌，所以我讲出来的话也都是我们不是乱讲，我们一定是透过某一些机制收集到了民众的想法，所以我们这样讲哈。那所以同时部会或者是我们的政府也不能觉得自己就是完美的啊！如果你是完美的，我们干嘛选举呢？我们干嘛要有这个民意的监督呢？我们就回到清朝就好啦，因为它是完美的啊，对吧？哈，所以一定会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留了这一题哈，就是说，请保博和部长各自提出一件啊，我们也只有一件而已哈，不要求太多哈。数位部最应该做但还没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怎么做。所以这也是属于我们保博朋友做的一部分哈，邀请到部长来谈，哇，太棒了啊！对，我觉得就是顺序上面，在质询之后来录这一集。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大家有听出我的声音有点颤抖吗？因为今天的来宾脑波有点强啊哈。因应宝博科技立委的新身份哈，节目上近期开始也会有一些公民议题的讨论哦。如果希望可以让科技和我们的民主社会有更多对话和连结的话，一定要持续关注哈。各位千万粉丝，如果有任何想法和回馈，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哈。今天我们这位来宾虽然说现在让我非常的颤抖哈，很紧张哈，但其实前几集不只是曾经在节目上被 cue 到，而且其实我们也跟他一起录过音啊。但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等待着他，今天总算再次邀请到本人亲临现场，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是很高兴来这边。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还是政委啊，今天就是部长。对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我们其实之前好像是在行政院的政务委员的办公室曾经有录过音嘛，没错。那一次你好像还刚开始玩了一段时间 VR 啊，然后也有很多新的想法在政务委员的办公室里面持续的跟这个公民社群协作。现在换了一个地方，我相信也是持续跟公民社群协作啦哈。我们不管谁来哈，不管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持续的角色还是新的角色，我们都还是要照样来起底一下哈。唐凤，现在也有人说他是天才部长哈。那1981年，我们其实是同年呢。对啊，你知道吗？你本来知道吗？本来就知道。哎呦，我们那时候2014年在那个虚拟世界的对不对？我们跟那个12职等事务官的时候介绍的时候就有讲，就发现对啊，这个好啦，1981年4月生哈，那我就不要讲他几号，怕大家就查他的星座哈。出生台湾台北市的自由软体程式设计师，以及现任的政治人物哈。我们录音的时候是现任，现任数不好笑吗？你们怎么都没有听出这个幽默的部分？对了哈，好了，是出身这个台湾台北市的自由软体设计师以及政治人物啊，现任数位发展部部长兼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长。所以我质询的时候，资通有关的问题，你要上台也是当然啦，而且这些都是资安汇报的成员嘛啊，所以曾任政务委员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出柜的部长级以上的这个跨性别政治人物哈。后面我就讲比较快啦，让你自己补充哈。2012年参与创办 G0V 临时政府哈，14到15年之间，我们好像其实一起在这个时间担任行政院虚拟世界法规调试计划。没错，那时候你拿了一堆 cardboard， 我们给事务官这个简易的 VR 眼镜啦，一起让事务官第一次进入了虚拟世界。那个时候你好像也做了这个台湾平台的协作，就处理像 Uber 啊等等这些事情。好，那担任了很多很多这个真的有点长了，待会有这个时间你可以补充一下。那2016年的时候呢，被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林全聘用为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做很多的数位经济啊、开放政府的发展。那2022年，哇，惊天动地的时刻，8月5号，行政院宣布任命唐凤为数位发展部的首任部长啊。很长，辛苦了。我已经大概这个快速演算缩减了大概2/3都先移除啊，但是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很重要我没有说到的？
我想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即使是加入了那个之后，其实我在 GitHub 上面还是很活跃，所以并不是说我换一个身份我就不贡献到公民社群了，我还是公民社群的一部分呢。对啦，这一点我们还是要 give me five 哈耶哈，因为我反而加入了这个立院区块链立院链以后啊，我反而 GitHub 更活跃了。是有我有送 pull request， 对，之前都偷懒哈。那因为进来以后，我就开始做一些开放开源的。for 未来有更多阿宅立委进来的时候，他不用就是从零开始，所以做一些网站的计划，然后逐字稿的专案，然后我们现在逐字稿 AI 功能哈。对啊，我还有收到网友说那个，请问这个葛委员在 Threads 上说的 PR approve PR 是什么意思？对啦，所以我们一起都在跟这个社会一起成长交流啦哈。那所以我也期待自己成为这个开发者兼policy making 的公仆哈，就是所谓的政策制定、协作、监督者啊，但同时也希望自己持续是一个开发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让数位发展部的这个算是创部部长哈，但是当然是行政院院长任命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数位发展部？其实大家现在印象很深啊，因为数位跟科技真的离我们生活很近，那也非常多的期待啦，但其实也才创立好像1年半，其实等于一个 startup。对啦，有时候说1年半载，就是刚好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哈。相信可能很多听众很关注，但是不是太确定或真正的了解在做什么。有时候你觉得说，这怎么没做？可能不是他负责的。这个怎么做的不够好？那个其实很可能他们有一些新的计划要处理哈。是不是可以先请部长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数位发展部到底在做什么？同时，可不可以开宗明义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官方到底要叫数位部还是数发部？都可以。我们自己是叫数位部但是叫数发部的话，因为我们有3发嘛，就是社发、产发、土发，这也是一个很好记的方法啊。好，介绍一下数位发展部在做什么？是我记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要成立这个中央级的2级机关来帮忙做数位创新、转型跟安全嘛，这个是2党共同政见所以像韩国瑜、张善政这一组也提出说要有一个专责的，那它叫数位创新委员会希望说像电子签章这种以前是放在经济部，那经济部可能没有办法用整个部的力量去推动所有别的部去做电子文件、电子签章，那也有很多别的，在当时他们举了很多例子嘛像这个金融或者其他部分要导入这些智慧科技的时候都不会是每一个部长他最重要的那件事，所以他们觉得需要一个新的2级机关。那当时蔡英文总统的连任政见也是要成立这个，所以我想在一开始大家数位发展部有发展这个字，其实是希望我们推动像电子签章法这样子的一些创新的方案。那但是到实际在筹备的时候，就发生乌克兰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说，原来这些阿宅其实在这种时候也是很有用不管是透过比特币来帮助这个乌克兰，或者是说透过 IPFS Web3 的科技来帮助他们备份等等，所以就是这种叫韧性，受到打击之后快速恢复这件事情，好像数位也很有用。所以我们底下的2个署，资通安全署负责这个韧性资安的部分，我们的产业数位产业署来负责创新的部分。那这2个再加上数位发展部本身去做像这个频宽或者是像 WiFi 6E 的开放或者是发6000这种公共服务等等，那就是社发、产发、土发加在一起变成我们的数位部。哇，这个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应该会开始有一点了解哈，但是对于工程师来讲，真正了解一个平台或解决方案最好的方法就是看 tutorial 或 example， 没错，看范例。所以呢，我想是大家也会想要知道，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是你们做过的？那这一段看起来就会有一点像是要让你们介绍你们的丰功伟业但我觉得会有点不太公平不是不太公平，怕大家觉得是像政令宣导啦，所以我先讲我的版本其实也是讲好话谢谢。但我先讲就是说，第一，大家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期待说因为本来就不会有完美的政府，如果有完美的政府，那我们就不用选举了政府本来就是可以一直 improve
好，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啊，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啊，大家一起来进步嘛，哈。所以我们一直都会有人讲说啊，那你要来这个监督啊，要怎么样？所以别人每次都问我说啊，你这个当选以后啊，现在已经是进去了哈，这个也开始工作了啊，大家就说啊，你这个数位部怎样怎样，我都说第一，唐凤也是开发者，我也是开发者，我们都是网友乡民哈，所以呢，我们过去也都是好朋友，大家所有的开发者都是好朋友哈。我感觉数位部有心啊，也有一些预算，虽然跟其他很多超大型专案比起来，这个预算也不能说所有部里面我们超级多倒数数一数二的。对，以数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广度来讲，我必须要说啦，总额也不能说真的到爆多的程度啊，但是呢，有时候会不小心会让民众有点误会，说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有感的东西，但是我都会帮你解释。我都怎么解释？我说，第一，疫情的时候你们有做一些快速的专案，对，去帮助这个社会去回应 COVID-19，我真的有这样讲，你都可以去听我的录音哈。第二，我很认同你们的一个长期的，那个是快速的，我很认同你们一个长期的逻辑，就是数位韧性。对，好，也就是说，在这个很多变的时代，不管我们的敌人是 AI， 还是到底是踩在虚拟世界的，还是踩在实体世界的，还是什么样有智慧没智慧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很快，台湾可能会面临到的变动也很难预测，所以我觉得如何让台湾变成是一个更有韧性的地方，让每一个人民的生活权益可以得到更有弹性、更有韧性的保障，这个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整个方针是对的。然后我去偷看你们的网站，其实有一些计划是很。不能讲稳定，就是说很有自己的节奏跟速度的在，我们叫公共建设了，数位公共建设，很有 vision 的在往前推展哈，所以这个我是认同的哈，所以这是我的版本哈。那当然，这个民众可能还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电子签章，我们各自提，但是有一些地方也不一样，我觉得那都很好。所以我讲了我的想法了哈，大家也可以自己研究。但我也想听听看你的说法，就是说能不能举个例子是假设大家来问你，我常常说阿嬷来问你哈，或者说这个新任美国总统要来问你啊，说数发部曾经做过什么啊？有没有什么用科技改变台湾社会啊、推动产业发展案例啊？你会怎么说？好，首先我想这些长期的方案其实是 Vitalik 他有一个词嘛 D/ACC， 就是防卫性加速技术。我们有一集专门讨论这个okay，这个以太坊创办人这个之一Vitalik 提过的这种所谓跟科技加速这个有关的一些论点。对，那我们在做的韧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种防卫性的技术的加速。我举例像之前台湾跟马祖中间的海缆曾经这2条嘛，在1个星期之内就连续被一艘渔船跟一艘货船都是5星级的隔断。他们都说他们不小心下锚，不小心继续移动了。那但是就是也太不小心了，所以像这种灰色地带的状况，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就一直派船去巡逻去防守那些海缆，其实是投入不符成本的这个防御的工作。那一个就是防卫加速的这种技术的意思，就是我们就要付出固定的成本。那人家就算切断了海缆，我们还有微波；就算微波人家破坏掉了，我们还有卫星。低轨卫星如果暂时收不到，还有现在已经中轨卫星已经收得到，低轨卫星应该很快就收得到了。所以就是说这种多重的互相备援的这种韧性，或者是说像有的时候发生火灾或者一些地震台风，那这些消防弟兄姐妹要进去的时候，他如果附近基地台刚好就是受灾的，那他不管本来 SIM 卡是什么，他可以透过灾难漫游去用3大电信的这个方案。那所有这些大概都是在确保说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我们整个通讯是非常顺畅的。那这件事情我想是我们在最近1年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那也有一些成果。那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发6000嘛，发6000应该委员有领过吗？我好像有，他是自己会进来还是我要按按钮？
对，如果我们已经有你的账号，你已经在领政府补助，可能没有啦的话，可能会自己汇，但是大部分人是到线上填银行账号。对，那有人去 ATM 提6000现款，那有些人他甚至没有银行账号，他去邮局拿。我知道你们好像有做一个平台，我要输入一些资料，我可能有按过，或者是我太太有帮我按过。对，但是因为就是我们设计到就是非常无障碍、非常顺，所以其实通常领的人不会记得用过那个平台，所以就是说他把痛感最小化。这是类似我们在以前规划报税软体那个感觉，就没有人喜欢报所得税嘛，所以你就是把那个秒数缩到最小。那但是结果就是什么？因为没有痛感，所以也就比较无感，就是没有发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如果所有的政府的服务，像以前要申请什么良民证啊、什么记录，你还要跑警察局等等，但现在在 My Data 里面按2个键就寄到你家了。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去特别看说Moda 数位部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那个，但是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政府的服务变得非常的没有痛感了，大概是这样。好吧，所以我如果有时候讲说，有心，但是民众有时候无感，还不是在骂你们咯？对啊，无感是一种政绩啊。就是说真的好用无缝或者说零摩擦或者摩擦力很小，确实在用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好像他没做什么。你这个举例我可以同意，就是说 iPhone 其实就是这样。其实 iPhone 的设计团队超级巨大，然后呢里面的使用者研究的团队也超级巨大，但是你在用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它就是一个 iPhone，你并不会真的去细究，为什么它让你离不开？为什么它这么好用？等等，是这样吗？对，而且像我们在房价上面也是这样最近因为我们做这个专案报告嘛，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说，是不是已经5个月或以上没有再接到那种解除分期付款啊？以前买个电商就会接到诈骗简讯啊，现在基本上在高风险卖场里面都没有了。可是同样的，就是说大家不会特别去想没有接到这些东西了，因为我们有银码技术啊等等。对啦，我其实后来有看到1111是111嘛，3个111这个简讯，我觉得有一些我们要好像在质询的这种意见，我们就不要在这个节目上讲，我们就是之后上质询台再问。但我也可以讲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好意也有可能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因为不太可能很完美所以有可能大家会收到不小心某一些部会不小心发了一些过多的简讯，也有可能因为他可能有个 KPI 等，我们就不提这么多。但我也认同，确实这是一个好的指标，只不过这指标有点尴尬。我相信这是你的挑战，就是说没事就是有做事你在 Threads 上面有讲，我有看到没事就是有做事。那我认为这个论点其实有它的难度，是因为当你一旦有事了，你说没事就是有做事嘛，反过来就你一旦有事了，比如说什么东西没做好，大家就说你是不是没做事？没错，确实啊。而且因为就像委员讲的，像 AI 在就算是1年半以前，生成式 AI 还不能够把我们2个声音 copy 到惟妙惟肖，现在可以了。所以这种仿冒名人的以前都不会直接连到 LINE 跟你私聊。但是现在都会去私聊。其实我现在真的是非常担心。其实昨天的新闻已经有，就是说美国现在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个不知道是爸爸，然后就在 IG 上面fall in love。然后有视讯有聊天，甚至还有通话，然后还常常看到他的照片，然后好像汇了很多钱给他，但是实际上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发现这个不是人，所以从头到尾在跟他要钱啊或者什么，根本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 agent， 一个替身这样子，全自动化的。然后我其实也会很担心说，在台湾没事其实表示有事，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隐于市嘛，它就像比如说地牛要翻身，它其实它这个地壳这样子，集合在一起一段时间，你其实不会看到它，但是它啪一下出现，所以就会很怕说，其实我们在那边争吵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但其实。台面下或者在网络的这个茫茫网海里，已经有很多人跳进这些圈套，或者是这些有点危险的事，而且他那个通常都要养一段时间，没错。而且就算养一段时间，我被骗了，我还不会马上发现。所以其实是真的有点担心所以我当然也是要跟你讲，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距离前几天发生那个我们放那个
AI 影片给陈院长看的时间不是很长啦，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讲一下，就是说。不小心放了影片给他看，然后希望能够让他了解现在的技术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希望提醒所有的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委员，因为我在院内也成立什么先进科技交流协会，其实都是一起让大家知道说啊，其实现在真的比你想象中的可怕，因为我自己生成那个影片，我自己有点吓一跳。但是好像新闻可能把 focus 放在可能院长的反应啊什么，其实那并不是我的本意。那也真的是希望大家早一点的意识到这件事。那其实我感觉到政府是有反应啦。对啊，第一，你看你马上这个谢谢部长就来录音啊。第二呢，其实好像就开始在讨论打防诈专法。没错，就是专门来做这种你如果以后要登广告，不止投资广告，大概都要上数位签章，没有签的就是假的啦，不管看起来再像。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那天遇到的时候，你也跟我讲说，记者问你说怎么看那个假影片，你的回答就很好嘛。没有签的就推定是假的，我管你是不是假的。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 focus 在这个事件本身的危险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哈 ，AI 也有它的产业发展的机会。台湾还是要把我们的思维频宽打得开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说它很危险，你也要想，不会吧？它应该是有机会的地方。这个就跟以前加密科技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禁止大家用，那就只有罪犯会用。对，就是我们要同时去思考很多方面。所以如果大家拥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大家说，这个数位部好像没做事，大家可能就可以去理解你的说法，叫做不会哦，所以是没感觉到有做事，但他们其实做了很多事让你没感觉。就没出事是因为做了很多事了。但委员刚刚讲的就是因为是在讲你的质询嘛，有一个真的很好，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并不是很care 说这些冒充名人的到底骗了多少钱，而是这些被冒充的名人会非常不舒服。对，所以很多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这个名人的时候，我们上网的时候都会处于一个随时战战兢兢的状态，是人际的互信被破坏。那个比起金钱的损失，我觉得更加长远了。对，所以我想接下来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啦。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政府跟立院的协作，都希望可以把台湾推进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哈。那我自己也有我的挑战哈，我之前也跟你有机会讨论过，就是说你的挑战是你们尽可能的把大家使用数位的公众服务的所谓的摩擦力降到最低，可是会不小心让大家很容易忘记，或者是很容易没有感觉。我有上过6000网站吗？不记得了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是你们的挑战。我觉得你也不能我觉得你们也不可能一直说就这样嘛，那你忘记就算了。那你们可能就变成要多做沟通啊，多来上宝博朋友说大家一起说一说你们做什么，让大家没错。持续保持这个印象，而且是留下美好的感受。对，你的访纲里面有一题是说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没做的事情？对，我本来就打算回答这个。我很期待哈。对，那我自己也有我的挑战哈，就是说科技这个角色或者这样子的议题，其实没有那么 sexy， 好，然后也没有那么 funny， 好，然后老实说，虽然它无所不在，就像水跟空气跟阳光一样，大家每天都用科技用得很开心。可是我们一旦讲说我们要科技立法我们电子签章我们这个 AI 基本法。民众就觉得这什么？我要看那个什么渔船，我要看什么，对不对？我要看那个谁又拉了谁，谁又怎么样，谁又没有到之类的。就是我的挑战是。我如果要推动一些科技的立法，可能也是要合作嘛，因为行政院有行政院版本，我们有我们的版本。可是如果大家不关注，就新闻媒体就不会喜欢报，不会喜欢报，我们就很难汇聚民意，很难汇聚民意的时候，民众可能突然一个。关注点的转移，就是说我们要注重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教育可能什么，大家就要赶快处理那个，可能我们在处理的某一些科技很重要，像你讲的低轨卫星什么数位韧性可能时间就不小心被拖得很长。那怎么样去找到一种方法是？既可以推动科技的立法，然后又能够跟得上时代，而且还要在过程当中取得民众的眼球关注，没错。然后，而且因为这个眼球关注，所以媒体愿意去拍摄、去记录、去传播，然后让民众有机会可以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再收集这个声音，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再去修改我们的立法。这真的很难哈。你讲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这个可以改进这个状态？我们也协作一下。对啊，我想就是
有新兴的威胁，像刚刚讲到 AI 换脸换声音，透过创新来解决这个新兴的威胁，这个是有声量的，这个大家会关注啊。所以我们只要能够不断的告诉大家，接下来那个地牛快翻身了，就是土壤异化前市区什么之类的，就是接下来会有这个威胁那个威胁，那这样我们就自动可以获得一些接下来就应该讨论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录音是3月21号嘛，礼拜4，我们后天礼拜6，我们送了10几万则简讯给台湾的，就是大家用111送的。那里面呢，愿意来参加的人，我们挑了400人，完全是抽样分层抽样，什么就跟民调一样了。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讨论整个半天6个小时7个小时，就是 AI 接下来会造成什么危害大家想到什么就讲。那有一些我们已经知道了，像刚刚讲到诈骗嘛介入选举嘛之类。那有一些可能我们也还没有看到的，那我们就希望说这个公民的审议能够告诉我们说大家现在最关注的AI 的威胁是什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所以连这样子的大家讨论的自动收整，或者是自动变成我们看得到的这个 brief， 这个都是语言模型AI 可以做的事情。是这个简讯的发送呢，应该有一个 approval 的流程因为我有时候会收到，我有收过一些很热心的部会然后他会突然间发一个简讯说，提醒你随时都会收到他用简讯来提醒你随时会收到诈骗简讯，请多注意哦。这样，我想说，我真的不想用这种让我很战战兢兢的传播方式，然后来告诉我说这个传播方式很危险，这样，然后我会有点搞不清楚，那这则讯息是干好，我们不要批评。如果那个是警政署的，他们4月开始就会用111发了，你就不会再怀疑了。好了，所以就我希望未来我们都一起努力啦，让民众的信任感、安全感提升，这也是数位韧性的一部分啦。没错。那我想呢，未来大家一起努力哈。那针对治安和反诈有时候大家的这个会有一点混淆，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事情是数位部的有一些事情是NCC 就是所谓的通讯传播委员会。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某一些平台的诈骗，很可能是金管会也会关注，没错，很可能经济部也会关注。我们就先讲好了，因为数位平台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也是传播的一部分。对，那可是有一些跟数位传播，比如说数位中介法，数位中介法是你这边还是 NCC 嘛？对，就很奇怪，数位中介法感觉就很数位啊。为什么姓数位的不是数位部的？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两者如何分配和合作？对，其实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有端出那个资通安全汇报。那这个就是资通安全汇报的架构图。那这个架构图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分成左右2支。左边是还没有受害人，就是防患于未然的部分，那个就是我们。右边是犯罪侦防，就是有被害人了那个就内政部、法务部、NCC 等等。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分法就是这样子。我们做的事情是还没发生状况的时候，防患于未然，对，很容易无感的部分就不要发生事情，这是我们做的。但是，一旦有明确的被害者，那可能内容层面这部分 NCC 就要来帮忙。那如果是像刚刚讲到诈骗有金额的损失等等，那如果是透过像银行什么出去，那当然金管会就进来。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来守护资通系统的安全，然后不要发生犯罪。但是，一旦发生犯罪，这个就到内政部、法务部、NCC 这一支。那我问一个媒体可能没有关注到，然后我其实之前也没有那么的关注到，但是刚刚在介绍你的时候，我才赫然发现的，就是你现在其实是数位部部长兼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长。对，没错。这两应该兼董事长应该是近期才发生的，还是一开始就有？我们是2022年8月数位部就成立，但是到隔年的年初才成立资安院。OK， 那这2件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是他怎么样互相帮助你想要为台湾及台湾人做的事？是，我想数位部当然主要是政策嘛，然后包含立法等等。那资安院它其实是用劳基法就是它是一个叫行政法人。
就是有一点像是一家公司OK，它不是就在里面有一些不一定是公务员的意思吗？对，但是因为他是行政法人，所以当他去做资安的就是检测啊，或者是做资安的稽核，或者是做资安的应变处理的时候，因为他也要通过背景查核等等，所以他可以用公务员身份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行政法人这个设计，坦白来讲，就是为了要让业界的一些朋友，他能够发挥他的所长，因为在就是技术这个方面，它日新月异嘛，更新很快，而且外面给的资安的薪水，说真的，并不是我们约聘给得起的薪水，所以资安院其实是中间让这些有专业的朋友他能够进来。所以我在资安院董事长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就是阿宅了，就是工程师，就是开发者。我自己当董事长，我进去都要去上机玩那个攻防演练模拟，就是他真的会模拟有人打进来，然后你要去做什么处理。那所以这个是纯粹技术的，那数位部这边是政策的。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啦，就是防患于未然，其实确实有很多层面的工作要做。那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所谓看不见的安全危害，就是所谓的资讯安全 （cyber security） 嘛，这个 intangible 的碰不到也肉眼看不见的。那也包含现在有很多甚至 intangible 的 intelligence， 没错，就是所谓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人工智慧啦。那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一直在高速的发展。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这两件事，我自己看你个人其实有很多投入啦，不管是你刚刚讲的防害，或者是你自己的逐字稿。上次我们闲聊的时候，你说你已经升级变成用 AI， 这可以讲吗？可以啊，可以，就是用 Whisper 啊，就 OpenAI 那一支。那你是 run 在你自己的 Mac 里面吗？没错。然后你自己会对我有想到，你好像自己帮忙把一个模型转成 Mac 相容，对。那这都在你的 GitHub 可以看到，或 Hugging Face， 我有 Hugging Face， 你有 Hugging Face。好，这个阿宅听得懂，就反正就是一个你可以调用很多 AI 的地方。那我也好像有听说，除了你个人之外，其实不知道是数位部，还是我不知道资安院有没有，就是你们好像正在做一些未来要去帮忙检核 AI 的 AI 评测中心，对 AI 评测中心。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有没有在开发一些？不管是协助我们产业或民间可以把 AI 做得更好的东西，或者你们自己有没有在运用 AI 去做一些协助政策发展的工具？就是有没有在运用数位的强项来协助你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数位部，或者更好的资安院？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一些资安评测工具？因为我作为我的角色，我也很关注企业被害的问题，没错，或者甚至我自己以前在大学院校教书，我也非常担心学校可能的资安的整体的风险层级。对，这个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没问题啊，资安院确实是有因为我们在资安院会收到各式各样子的资安的情资通报，那有一些是叫做 APT， 就是它潜伏很久，最后才这个触发哦。那所以它其实在移动的过程，横向移动的过程，不一定会留什么那一个系统管理员看得到的一个轨迹，它就慢慢的在那边蔓延。这样，那所以呢 ，AI 事实上是有可能看这些记录，它可以看到人类分析师看不出来，但是事实上对方的攻击的 AI 在作用的这些蛛丝马迹，所以这种威胁分析确实现在就已经用很多 AI 在做。那这个威胁分析也不只发生在网络或者是系统层面，它也发生在讯息层面。举例来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登广告，那广告里面你如果看到说它冒充某个名人，当然一看大家就可能说可能是假的，但有一些它可能是 po 一个商品上去一个 iPhone 这个15 Pro Max 这也没有不能卖嘛，也不是特许事业，可是它就可能价钱异常的低，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描述的方式跟别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很有经验的，其实看了就很容易中招。那这个就好像我们过滤这个垃圾邮件一样，只要你训练久了，其实机器可以看出人类看不出的一些诈骗集团用的模式。那这个是我们叫做防诈雷达以及相关的技术。那这个呢，我们侦测到之后，它的信心水准到达90，到达95，到某个程度，我们就会通报给这些平台165等等，他们就可以在即使还没有人受害的情况下去下架。那他们要
加入这个什么联防机制，他要怎么引入自己，就 join 到那个可以被通知的这一件事情？这非常好的问题。它是你们选的，还是我可以 apply？可以 apply，因为我们是电商的主管机关哦，电商是不是？对，那可不可以更多啊？像你看，我们办公室就有网站嘛，哈，这个 juchongcode.com 啊，这个之后放在说明栏位。我们也很怕治安危害啊，虽然我们是用 GitHub， 应该还算安全，但是。对不对？就大家如果自己有其他的 service，也不一定是电商，所以你们可以考虑加入 TWCC， 那个是资安院今年开始就是 24/7提供的，就是民间都可以来做资安事件通报，然后以及你可以 subscribe， 就是跟你的系统有关的资安通报，你就会自动收到。那大部分上市柜公司都加入，因为金管会说他就是要加入，而且如果真的有事件要发重讯嘛，但是很多中小型的事业，因为它也不是上市公司，那目前就是完全是 opt in， 就是他愿意加入再加入。那我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千万粉丝里面，其实卧虎藏龙，可能也有一些上市贵公司的老板，或者是高阶经理人，我就帮他们问，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很想要提升自己的资安，因为他们也不想要上头条嘛，对啊。可是他们有时候求助无门，有时候敲门去问说：“你能不能帮我检查一下我安不安全？”就听起来就很可怕，听起来就很危险。好，那他有没有可能借助资安院说：“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媒合？因为你那个只是通报而已啊，能不能帮我们媒合一些就是 accredited？” 这个 cyber security 的service provider， 那因为像很多产发局啊或什么，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这种撮合媒合的工作，有这个我们也有。那这个是在像台湾的资安主管的联盟，CISO 的联盟等等。那这个我们的数位产业署，因为他们也主管资安产业，这一部分都有相当多的资源来投入。太好了，这个我们为民服务可不可以网址？虽然我们没有业配是不能放网址的，但这个我想为民服务我们放一下。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联访啦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制作单位声浪，请大家支持声浪这个我们也一起来努力啦，让台湾成为一个更实体安全也数位安全的地方那所以那 AI 的部分呢？你刚刚讲的都是资安，对我刚刚讲的都是 AI， 以 AI 治 AI 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上面我们其实已经会碰到很多像什么检具啊、核销啊什么之类。那公部门嘛，其实我们就算自己已经是全线上，我们包含密件公文都是线上签核但是并不能说跟我们所有互动的别的公部门或者别的厂商，他一下子都用电子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确实也有就是如果它是印刷出来的一些检具啊、核销啊或什么之类，那就是用一种很简单的就是 OCR 的技术。那但是它的好处是说，现在因为生成式 AI 真的是在这方面是蛮稳定的，就是你要求他给一个结构化资料出来，你甚至不用告诉他 layout 长什么样，他会自己去搞清楚。我们是用 Gemini 啦，就是 Google 的。赞！我刚刚来录音前才付了一笔钱，就是要用那个企业版的 Gemini，对吧？对，他现在也有开源的部分，因为企业版好像比较安全。Gemini 有开源的部分吗？它有小的开源的版本，小开源版本。对每次跟部长录音都有得到一些新消息，也是不错这也是属于有做事有做事而且也没事好不好？对，所以我想接下来当然还是很期待啦，就是怎么样用所谓的先进科技、先进的思维来做事情让大家可能无感的让生活提升变得更好那最后我们来到表单上的最后一题但是如果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待会还有 B 面，好吧？OK， B side 还可以闲聊一下我们在规划上面最后一题其实我很期待就是说前面我们其实都是非常正向的就是说你有做什么你是谁你怎么样那最后一题我们算是我们的企划各自都给我们留一点空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都常常跟那个就是部会首长或者是一些所谓的长官或者是官员，就是因为我是新人啦老实说在立院里面菜鸟这个慢飞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奇怪一点，就是我平常看起来就没事，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就很在意这样那这个所谓很在意就是那种我觉得踩到软肋的那个地方这样。
那我就会跟这个部位首长或者是官员就说啊，如果上了咨询台吼，虽然我们刚刚聊得很愉快哈，这个但是上了咨询台，我的喉咙就不是我的，我的舌头也不是我的哈，对，为民喉舌，对，大家已经说好了哈，就为民喉舌，所以我讲出来的话也都是我们不是乱讲，我们一定是透过某一些机制收集到了民众的想法，所以我们这样讲哈。那所以同时部会或者是我们的政府也不能觉得自己就是完美的啊！如果你是完美的，我们干嘛选举呢？我们干嘛要有这个民意的监督呢？我们就回到清朝就好啦，因为它是完美的啊，对吧？哈，所以一定会有可以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留了这一题哈，就是说，请保博和部长各自提出一件哈，我们也只有一件而已哈，不要求太多哈。数位部最应该做但还没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怎么做。所以这也是属于我们保博朋友做的一部分哈，邀请到部长来谈，哇，太棒了啊！对，我觉得就是顺序上面，在质询之后来录这一集啊。我觉得是我没有做到预先澄清，没有做到 pre-bunking，应该是你质询我以前，我们就主动来好，我们要录这一集，可以，下次我们再做更好的协作。因为但我觉得这种预先澄清真的是我们可以多做的。你是说你的检讨有包含我的部分是？我听懂了，不是检讨你啊，是说因为我本来就知道你有节目嘛，对，那本来就知道会质询嘛，所以其实我应该不只对您嘛，您也说这个别的委员现在也有 studio 啊，也有节目。所以应该是说，在委员开始质询我之前，只要他们有这一类的节目，我应该都要先去预先澄清可能的误解了。不过这有点难，因为我也进去以后才知道，他那个什么有什么召集委员的排案权啊。其实我们作为委员，我在某一个委员会，或我不在那个委员会，好像都有一点难知道，而且好像你会很早就知道你这个礼拜，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月初。你其实不知道你月底要不要去啊？对啊，我是每个礼拜天才知道下个礼拜要去哪里，所以很难啊。我们现在录音3月21号，我播出的时候可能也已经4月多了。这个有一点缓不济急，所以应该什么？我搞个直播，对，直播道理有个 live。委员叫我开直播，最近大家很常看的委员有直播，收看率也比较高的，有一点激烈哈。这个黄委员的，我是不太敢上，因为他真的反应也是有点快，我还在学习哈。那当然你可以考虑，我们徐巧芯委员也有哈。民进党的应该也有哈，反正我觉得直播现在是一个还算蛮主流的工具。民进党已经有新闻稿了，他说他们的青年工作会包含直播哈，叫什么老板给播吗？还是什么？老板要我开直播，我刚就是这样讲的，我刚就是说老板要我开直播，对啦，所以好啦，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新方法，对，做一点防范于未然，而且这个防范于未然还要再更前面一点，就是沟通的部分，没错。那你这样一讲，我就会觉得我的建议好像有点弱。但是我是苦民所苦哈，为民喉舌啦。因为我现在是有一点担心几件事。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人现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他现在正在这个爱之香、爱之甜，然后再跟他以为 fall in love 的对象，其实是 AI 在谈恋爱，这是其中一个样态。新的样态。第二个样态是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讲，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校园诈骗。它其实是外面的某一些公司，然后它会针对学生喜欢的议题，比如说投资，比如说AI， 他会说我教你怎么投资。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哦，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诈骗，很多年轻人也被诈骗哦。IMB 的受害者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然后呢，就会有诈骗集团成立防诈。妨害专家，什么教你拿回你的被害金钱，有一个的网址还叫 tw-165.com。我觉得我真的很崩溃，你知道吗？这种好，这是第二个样态，就是假装来帮助你，但他其实是想要二次害你，或者是想要在骗新的人，这是第二个样态。第三个样态，其实我们质询的时候我稍微提到，但是我们时间很短嘛，那个哔哔叫一直哔这样哈，那。第三个样态就是赖群组或者这种所谓的 close 的这种 message group，
也不一定是 Line 哈，就是也有很多的聊天群组。那他可能会假冒自己是某一些大家认得的品牌，对，什么叉叉银行啊、叉叉金控啊，还有什么币叉交易所啦，哈等等，然后就说，我是台叉银行的专员啊，我是整个币叉交易所的小天使这样。然后呢，他就会去 engage， 然后他会说，反正我其实没有研究的很深，但我知道这个样态，然后我其实觉得很担心。那我知道有某一些境外正在努力落地的全球很大的交易所，他们有一个做法，我觉得很不错，就是他们会成立一个 verified 的，就是验证的平台。你只要上到这个平台上，有人说，比如说有人传讯息给你说我是币叉小天使，你就看他的 LINE ID 跟账号，然后你就或者他的 email 或者 whatever， 就是 any kind of 他的联络的那个管道的 information，然后你就上这个网站，你就输入进去，他就会告诉你他是不是真的被他 hire 的，就是被他聘雇的这个 official 官方的联络人。OK， 那你一查，你发现他不是，你就知道他骗人。这样，那我觉得这个逻辑跟体系应该可以 apply 到更多的地方。对啊，台湾应该。当然，我觉得这有时候又会冲突到什么大政府、小政府。但是我觉得过渡期，我们可以是不是政府可以来协助？就是说，有一些 verify 的资安的团队，那大学生要去请，你知道大学生有时候社团又没有多少钱请演讲，他也请不到。假设请不到大师，他说明看到那个广告，我们要推广防诈，然后他就请了那个假的防诈专家来演讲。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这种 verify 的机制，他就可以去查说，这个网址是不是被资安院董事长啊，或资安院认可的啊？你理解我意思？有没有一个这种 verify， 而且更多金融业的、资安行业的？这个有没有机会来做到？哇，这个绝对不是 say 好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打诈专法的一个主要证件。Okay， 请说。对，现在大概4月嘛，就内政部会有一个就是全面性的打诈专法。那我们是负责里面关于网络广告的那个部分。那现在呢，当然所谓投资广告，现在理论上要实名制，但委员如果有看一些 YouTube 的名人诈骗的话，其实他那个确实都有名字哦，可是他的名字就跟某些名人他就差一个字，声音一样，或变成简体字或怎么样，所以其实你猛一看还是觉得是那个名人。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去看这个实名的时候，他是自己说了算，他就算需要附一些证件，现在 AI 合成那些证件完全不是问题。对，所以只是靠身份证正反面或拍护照什么，已经几乎没有意义了。那有些比较 sophisticated， 就是你要连转左边转右边，那个也已经完全被绕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要求说，这些网络广告它真的在做实名 KYC 认证的时候，就是要有数位签章。所以除非你名字刚好就是叫唐凤，不然以后你就不能够再用唐凤2个字来登广告了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数位签章的基础建设，就自然凭证跟行动自然凭证。那以前是比较没有电商或者是广告平台来用，但是我们现在也跟内政部合作，去开放他们现在就可以用行动自然凭证来做这一方面的签章的验章。所以第一个我很同意委员的看法，就是说不管是机器人假装是真人给你谈恋爱，还是不是投资大师假装成投资大师要卖书给你，还是 LINE 群组这个冒充什么名人跟你私聊，到最后如果我们这些电商平台跟广告平台都可以有一个你有数位签章才是人啦，其他都是机器人的基本想法，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解决一大部分的刚刚你讲这3个不同的太阳。好吧，这个我想我们也是心有灵犀哈，这个不管是英雄还是英雌都所见略同哈。是。那但是我先预告啦哈，就是说我目前还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哈，就是我觉得尤其是 emerging technology， 就是先进科技，因为它变得很快，所以有时候政府不小心管太多，反而会不小心多做了一些事。对，打诈专法利益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要瞄准广告的行业，老实说，我们一定要来多听听各行各业的看法。有时候不小心冲出去，大家会很紧张哈。所以我先预告一下，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多做好沟通。你刚刚已经讲了，你说要防患未然，而且要防患未然工作的。打诈专法还没出以前，就再来上一次节目。对，防患未然的工作的防患未然的沟通，好不好？所以这一点我先预告哈。那希望
真的可以做到哈。那同时，我觉得我要 echo 你一件事。行动自然人凭证哈，这个还是要拍拍手啊！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好像进去了以后，就是到立法院以后，我们好像还要再做一次财产申报，然后这一次呢是要更认真的，所以我们就要用自然人凭证。好像要到某个系统，然后验证我是我，然后我同意，就是监察院好像是会调一些借你的资料嘛，对，会调一些我的资料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发现我的自然人凭证遗失了啊，所以呢，我就只好去这个叫什么区公所啊，区公所。那很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是任何一个区公所都可以办。我现在都开始叫我办公室的人都去办啊，原因是因为行动自然人凭证很酷哈。我先讲啊，就是说我就去办了。我觉得速度比我想象中的快。好，虽然我本来你知道我们这种阿宅。就是尤其是区块链世界阿宅很痛苦，就是说要去实体的世界里办某些东西，但我还是去了。我本来已经预留了一个4个小时，因为我想说可能要排队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去了，很快就排到了。好，这个谢谢这个我们的政府在某些效率的提升上，有专门的柜台，看起来还是有在做啦。然后但是小不满意哈，就是还是要签很多名，是还是花费了一些纸张，但是所以我们一起来。更快推电子签账好，然后呢，很快就拿到实体的卡。接着呢，我发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实，就是实体自然人凭证竟然可以拿到 iPhone 手机上面去敲一下，没错 ，NFC， 对，很多人不知道，对，没错，这是。以前的自然人凭证就有，还是后来才有？是后来几年才有的。所以这个叫新版自然人凭证。对，没错。然后呢，我就去下载了一个，因为我偷偷在研究你们那个数位钱包啦。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投票啊？对，这个什么，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平方投票 TWID 还是 DID Wallet 啦 ？DID Wallet 哈，这个分散式的 identity 哈。然后呢，我就敲一下，哇，真的感应到了。然后你们好像有在流程上做了一些优化，就是比别的商业化的网站还多做了一点无缝。好，然后呢，我就打开 App， 然后绑定了我的钱包。我虽然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绑了。绑完以后，你就跳出说，我们这个 Web3 的身份什么验证已经完成，这样。对，我觉得不错啊。对啊，是不是？这样你以后做签验章，这个我们国家都不知道，就是完全分散式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点，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就一则以喜是说，哇，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们其实拥抱了 Web3，其实还走得蛮前面的哈。因为这样以后我们有可能拿空投，可以是用我自然人的身份，而且是匿名的吧？对，就是零知识的情况，但是同一个自然人不能拿2次。对，就是我可以做到更好的自然人空投啊，自然人空投，或者是什么 NFT 领取这样哈。那我觉得这是喜的部分，但忧的部分是好像很少人知道哈，所以有一点太前面了。对，我觉得还好啊。你看我的节目也很前面啊，是。但是听众现在也是千万粉丝啊，我自我鼓励啦哈。了不起。所以是不是我乱讲啊？就是说数位部。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酸你的，但我只是说，数位部有一些地方有花一些钱哈，但是是不是也要多花一点时间，还有一些资源啊？因为我记得2024或2025的经费应该都有比前一年再更高嘛，就是公共建设的经费。对，那能不能有一些经费是拿来做一些？防范未然的沟通，就是行动自然人凭证的应用的社会沟通。我不知道啦，我的节目是不接受业配的，因为我现在是这个公仆。但是有很多的阿宅网红，他们也许很想了解，他们说不定这样逼一下，那其实蛮快的嘛。你现场弄给他看，他可能就很 surprise，没问题，对不对？哈，这个我们来拍60秒短片。我们吗？没有，你要那个去跟更多人合作，对不对？哈，大家都是朋友，好了，所以希望这个沟通上我们可以来做得更好。结果我们的 B 赛只剩下一点点时间，好，接下来是 B 赛，好，就是闲聊。好，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你刚刚讲的没做事。就是不是没出事，没出事就有做事。有做事。我其实，在Threads上有想要跟你闲聊这件事，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逼赛哈，就是说、我以前一直在想那个麦田圈的问题，大家不是都说不知道为什么麦田圈，我都有一点怀疑，这是逼赛哦。大家如果觉得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可以关掉了哈，就可以关掉退出哈。我都有点怀疑麦田圈其实是某一种 intervention， 就是一种介入，它要有介入有麦田圈，我们才会没事哦。所以你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了解护身符的概念。对你觉得呢？你觉得这种玄学的，你怎么看？对啊，你这么聪明，你应该会觉得，麦田圈为什么有那个图案啊，又那么显眼啊？可是我们又感觉不到它到底是拿来干嘛的。这个还是说部长不能谈论这么跟数位部没有关的议题？好。不过其实我觉得，就是它作为一个就是大家会讨论，而且并没有一个定论的这个现象，它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凝聚社会，因为在很多现在的西方民主国家，不管什么事情，它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党说是这样，另外一个党就一定要说不是这样。但是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我们叫 credibly neutral， 就是确实它跟这个党派或意识形态真的没关系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反而可以让社会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当然台湾是很特别了，就是说我们遭受到讯息攻击是全世界最多，但是我们选完之后3个党彼此互相喜欢的程度好像变高了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世界上很少见，但确实在西方的民主国家多一点这种大家没有定论的事情，然后可以跨越党派，我觉得蛮好的。好，我看到你的同仁在微笑，这是所谓部长版的麦田圈传奇的回答啦，请大家拥抱一下这样的回答，跨越多样性的协作，对。好啦，然后呢，这个我还是很好奇，因为我不知道你玩过 Vision Pro 了没？还没有你要借我玩吗？可以啊，来我办公室玩可以吧？哈，上次你有提前来过一次，有，那时候我好像还没拿到，还是你说放在家里充电？对，好，这个下次来一下。但你没玩过，我们就聊不了这个议题啦，对不对？就我可以想象什么 Vision Pro 的未来啊，那你怎么看呢？就是说这个虚拟化的未来。我跟你讲，他那个 persona，你应该要自己，叫你朋友去买一台啦，是，因为要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它很亲密，它是一个比 iPhone 更亲密的装置。iPhone 跟你的亲密程度只有 Face ID 跟指纹，还有你的一些账号密码，但是 Vision Pro 跟你的亲密程度是你的虹膜，没错，也就是它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了解你真的是唐凤的装置，没错。之外呢，他认得你的虹膜以后，他会帮唯一的就是装置拥有者，也是里面的那个账号登录人，他会帮你建一个虚拟的 persona，虚拟人，你知道吗？对，就是在 Meta 那边叫 Codec Avatar 嘛，对，那个我就比较知道。然后在 Apple 叫 persona，就是所谓的就是虚拟替身的意思。我跟你讲，那真的是很夸张，就是你戴上去，我描述一下，你戴上去，然后你就说，他说，账号登录成功，你要建立你的虚拟替身吗？因为你戴在眼镜的时候，你没办法跟别人 FaceTime， 对啊，因为没有镜头可以拍你，所以他只能用一大堆的 sensor 去感应你的脸的动作，然后他必须先建一个虚拟的膜，你知道他怎么做？他说好，我现在要帮你建虚拟替身，请你把它拿下来，然后反过来用 Vision Pro 看你自己，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摄影机嘛。然后他就说，请往上看，请往下看，然后这样，然后戴上去，大概1分钟内他就建好。我跟你讲，那个虚拟替身超像的，当然了，他的那个就是你知道怎么看一个替身，就是最零阶段，就是嘟嘴会不会反应？就是你嘟嘴，可是你的虚拟替身在手机上或什么没有嘟嘴，这是最弱的。再来有嘟嘴，可是没有吐舌头，这是第2集。第3集呢，就是你可以嘟一半就是你可以很微妙，然后你舌头可以歪来歪去，像那个 iPhone 的 Memoji 就只能吐或没吐，对，它没有办法歪舌头，它的关节比较小，对。Persona 是完全就是你。然后我真的用那个东西打 FaceTime 给朋友，他没有发现那是是假的。但我们没有要讨论 AI 防诈我只是想说，我跟你讲，那个是我就算借你玩，你感应不到啦。所以好，就是我们的 B 赛的最后一块，就是说，很好奇数位部的这个部长怎么看这个虚拟世界 Metaverse，因为2015年我们台湾的
不要曾经了哈，就是我们台湾的某上市贵公司喊出这个VR 元年这样，就过了大概8-9年，好像过了8-9年，苹果不用这个字了。对，苹果不用字了，他说空间运算元年哈。部长怎么看？部长怎么看？就是说，这个虚拟时代会来临吗？我们有没有要关注什么啊？小心什么啊？会不会大家以后？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戴上去的第一秒，我真的有0.1秒的时间，我觉得我没戴，无感。对，因为它的 C 数真的很强。好，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下一步？对，我想有2个可以分享的点了，一个是说。对大部分要坐很久的飞机，而且像我调时差还很慢的人来讲，这个是 far more preferable 我绝对比较喜欢带这个，而不是还要出国调时差哦。所以其实对这种长距离的协同工作尤其是需要创意式的工作我们之前有看过，应该 Nature 了，有一个 paper 是说，如果已经认识的人。那视讯也许工作效率是差不多，跟面对面，但是只能做收敛性的。就一旦要做创意发想，这个2维的荧幕就不够用了。所以你要跨越长距离，又要做创造性的协作的时候，这种 device 我觉得它是在一个 sweet spot， 就是因为反正机票也蛮贵的嘛，所以比起来 Vision Pro 好像也还好，所以这是一件事情。那第2件事情，我觉得说像这样子的 codec avatar 或者是我们说 digital twin、digital double 等等，其实它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它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变得比较自然，比较 natural。也就是说，你现在互动的当然是别人的 FaceTime 的 avatar，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说，那我们也可以创造出一些就是纯 AI 的，但是那个并不是用来骗你的，而是说我现在就希望说，有一个能够这个倾听我的一个类似諮商的一个朋友或者代替我去开一个很无聊的会的，送一个分身出去之类。对，那等到就是我们跟这个 device 的互动，就像你说的，就是非常亲密的话，它其实会有我们的叫 reward model， 就是什么会让我们高兴，什么会让我们不高兴。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它是 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这是我的个人电脑，我的手机是我自己的延伸，这件事就很重要。因为如果它的忠诚度，它的 loyalty 不是对你，而是对他的开发商，或者更糟一点对广告商那这样子等于就是你把你的情绪的操控权交给了广告商以前只是卖了你的文字、图片、影片，接下来你可能卖了你的情绪跟思想。对，就等于是说，只要有投最多钱的人，就可以让你对他们要的那件事上瘾。哇，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就是说要维持每个人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 reward model， 自己的 AI 分身，那就必须要在靠近终端的地方来运算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说元宇宙当初 Metaverse 这个概念，他就会很担心说，那是不是 Meta 这家公司就掌握我们所有的情绪啊、欲望啊之类？所以那时候说没有，事实上是类似这种 personal computing， 然后又要彼此互通，就是共同在场很好，但是要洗码互通，这个就是所谓多元宇宙对啦，所以大家欢迎关注多元宇宙这个关键词哈，我也这个小小的改了2个错字很棒我非常非常支持因为多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其实就很多元啦所以虽然好像是唐凤部长跟这个 Vitalik跟一位美国的学者 Glenn Weil 提出，但是我自己的办公室的网站的标题也是 plurality， 就是多元宇宙所以我想多元宇宙的概念本来就是多元，大家还在讲说是什么颜色，这就很奇怪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样交流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未来呢能够跟部长有更多的沟通。没问题。那我们一起在这个公仆工作的地方大胆的拥抱先进的法案先进的思维我们一起喊过大胆拥抱电子签章那我也希望我们一起未来大胆拥抱 AI 的一些相关的良善的而且有弹性的帮助产业发展的一些框架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唐凤部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5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拜拜。